你要让我出国，我就一定要在这儿读研，我一定考一个那个中国那个特别好的学校。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决定要出国了。看到了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这个专业，最优化。我说谁不想最优化？就是如果你不适合搞学术，那么你就要尽快停止这条道路，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道路。还挺幸运的。然后我就到那个迪士尼。大家好，我是 Alison， 现在在摩根大通做 Data Science Lead。大学毕业了之后，我曾经一度想要考研，然后我还特地报了考研班什么的，就是以及那些就是学习材料啊什么的，我都买了，特别充足。我一定考一个那个中国那个特别好的学校的一个考研，然后就有点像跟家里人，你知道吗？你要让我出国，我就一定要在这儿读研。我说出去也是读研，在这儿读研有什么区别呢？然后之后我家人看我实在是拧不过我，然后说那行吧，那你就考研吧。去了考研补习班，我就参加了1节课。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决定要出国了。然后，其实想法也特别简单。去上了1节考研课之后，就觉得，哇塞，从小到大考了这么多的试，你说中考、高考、大学，不想再考试了。就出国算了，因为考试就是出国需要的那些什么托福啊、GRE， 我在大学很早就考完了，大2、大3就把这些出国需要做的这些考试我都考完了。我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并不知道 GRE 和托福意味着什么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家人当时特别希望我出国嘛，然后之后说你要出国就必须有这2样考试成绩，然后之后就让我去考试。然后之后就想那考呗，但是像小孩在心里就说那我要拿到了好成绩，你要给我点奖励，就本着这个心态我就去考了。然后考完了之后，那成绩我就在那儿放着扔了2年多，所以对我来说，比起在国内考研来讲，出国更轻松。我只要写材料啦，自己搞一搞申请就差不多。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出国了。而且当时就是决定要出国那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太长的打算，就是说我一定要在这儿待多久，或者是正式怎么样，说工作什么都没有想，就当出去玩一下，见一下世面。我非常快速的读完了硕士，大概不到1年我就读完了硕士。读硕士我当时读的是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然后就是一个挺偏门的这么一个专业，就是因为我整个当时出国就是本着一种玩的那种心态，所以硕士的时候没怎么太想我究竟要学什么只是因为我的托福成绩考太早了，很多学校希望我再考一遍或怎么样，只有当时我申请的这个威斯康星的学校说你不需要考了，来就可以。我就想了想那我就出国来见识见识吧，所以我就来了。然后这个专业呢也是在 Science 这下面的，就有点像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的这方面的，然后但是它算是 Engineering 里特别偏文科的一类。虽然在国内都考完了托福GRE 什么的，自认为英语还 OK， 至少能看个什么东西你还能看懂什么的，让你写点什么你还能写出来什么，但是一到那去上课与人交流真的是非常痛苦。然后当时上了1节什么课，我当时出来脑袋都是懵的，那个老师说话特别的快，然后就可能类似还有点口音吧，就是那种人就说话呜的那种，当时我就说哇塞，真的是但是后来就是我非常快速的就是读完了 Master 之后，就又到了人生下一课，就是决定你的人生下一步你该干什么呀。然后就说当时我就在决定，我说找工作呢还是说继续读书或者什么。我想了想，我继续读书吧。然后我想人生能比有当全职学生更简单的工作吗？我就觉得当学生你不需要为你的生计或者是你不需要靠老板脸色或者什么，我就觉得当学生应该是最简单的工作了吧。而且我又不知道当时如果是我找工作的话，我究竟要干什么，我完全没有想好或怎么样。然后之后我就按部就班的就读了博士。然后读博士，当时我就在想，那选什么专业呢？因为我的 master 就虽然也是 engineering， 但是挺偏文的那方面的。我想了想，要不然就读一个稍微偏理科的一方面吧。然后当时突然之间，搜专业的时候，就是看到了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 Wiki page 上写，就是它是跟那个最优化相关的。我当时脑袋里想的特别简单，我说最优化，我说谁不想最优化？成本最优化，我赚更多的钱，我节省更少的成本。我说这个出来的话，应该应用面很广吧？如果说找工作的话，应该也挺容易找的吧？哪怕自己不知道是哪个行业或干什么，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领域应该蛮宽的。我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就是申请了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的这个 PhD， 然后就是有学校就是接收我了，然后也有导师愿意带我。
然后之后我就想，哎，那我就去吧，就看一看这个读 PhD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以及这个 Industrial Engineering 这个学 Optimization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读博的生涯，开始就按部就班上课呀，然后就按他的要求就修那些学分啊，该修的那些课呀。老师布置的那些研究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要想不出来，其实他会给你建议。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主要就是听从就是导师的建议吧。然后我导师还是挺 nice 的一个人，他不会强迫学生就是说啊你一定要给我写几篇 paper 你才能毕业，或者你一定要给我做什么什么事情你才能毕业。他鼓励他的学生出去实习呀，出去工作呀，他不一定非要强求你一定在学术上怎么样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后来就是我出去找实习啊，包括我的那些同学出去找实习啊什么的，他都是特别鼓励，或者是能帮忙，他就需要一些 paperwork 呀，或者是需要一些什么手续啊什么事，他是能帮忙就帮忙。所以就是我还挺在我这个求学生涯中，我还特别感激我这个导师。在我读博的这个非常早的这么一个阶段嘛，我就意识到自己我不是搞学术的那块料。其实我觉得读博士，如果你真的搞研究的话，博士其实你相当于你的 training 才结束。如果你往更深上层走的话，或者你想留校当老师的话，这个 PhD 这个学位其实就相当于是说，哎，你有资格去搞学术了。所以当时我就看了一下，我跟我的比如说学姐，或者是跟我那些同学比起来的话，我不是说在学术上有多强，或者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能想出一些非常新的想法，或者你在学术界会有建立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事情的人，或者是这样。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不是搞学术这个了，顶多就是到 industrial 然后应用一下。读博也就是一个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如果你不适合搞学术，那么你就要尽快停止这条道路，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道路，以及如何在这个道路中更快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然后如何应用你学到的这个新的知识，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永远让自己 update 自己的这么一个意识吧，就是。然后读完博的话，其实跟这边大部分的学生一样，都希望在正式毕业之前就是出去实习嘛，这样的话就是对你将来找工作很有帮助。当时找实习就是我想就是在物流 supply chain 这方面找一份工作，因为物流这方面是在我学的专业里还算挺大一块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以前毕业的那些师姐什么的也在就是跟物流相关的，一则实习啊，二则后来找到工作了什么的。我想一想，哎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后来还挺幸运的，然后我就到那个迪士尼的那个物流部门去学习。去实习就是一个实习生嘛，做的事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上。就比如说新的物流系统要升级了，就是让我测试一下呀，看一看它这个 logic 合不合理啦，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啦。有的时候就让我预估一下未来几个礼拜它会出多少错呀，或者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那是迪士尼嘛，我个人非常喜欢迪士尼，而且在那儿实习的话，就是你可以免费去，你还可以带你的家人朋友什么的，所以我在那个佛罗里达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然后实习完6个月之后，就是面临着你要真正就是出去要找一份正式工作。当时我的经理给我 offer 说在上海迪士尼的一个工作，就直接向他汇报这样的。我想了想，我就拒绝了。我的感觉是我才从学校出来，我只不过才在这工作了6个月，然后我就要回去了。我总觉得我没有真正体验过在这里工作生活是什么样，所以我想继续尝试一下。然后之后就接着就自己找工作，哎呀，反正也是挺心酸的吧，那个一段时间。在一个酒店集团里做那个 revenue management， 然后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 offer 去了之后，就是突然间就意识到，有的时候 JD 写的和你的工作真的是天差地别啊！别人都在是用这些，或者是与时俱进或者什么，但是这个公司总是就是几年都是用在这些老套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想想不行，我还得要跳。